娘子，娘子。 好一个贱妇！好一个贱妇！惨无人道！白大人，白大人，白大人，那吕文州仗着他有万贯家财，他无恶不作呀！你要为小民做主啊，白大人！万贯家财怎么着？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 我白某为官几十年，就是不吃这一套。如果不把这凶手绳之以法，我白某宁愿挂官回家种地去。进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我没有杀人！放我出去！ 快放我出去！我没有杀人。你没有杀人，那深更半夜到童家干什么去了？童家？我没去过童家。童家在哪儿啊？你没去过童家，那怎么能杀了童家的人呢？哎，知县大人，您口口声声说我杀了童家的人，你有什么证据啊？ 若是没有确凿的证据，本官怎能断你就是血案的凶手呢？哎，来，你看看这个，这不就是一把普通的扇子吗？不是，这又能证明什么呀？吕大相公的为人，本官实不敢恭维。可是，你附庸风雅，假作斯文，不是喜欢玩几把？ 上面题有文人墨客的诗词的扇子吗？哎，白大人的为官啊，小人佩服。可是白大人像这样的升堂礼案，小人也不敢恭维。这就是一把扇子，您怎么能把它当成杀人凶器呢？是啊，一把扇子是杀不了人的。可是这把扇子，是深更半夜，遗失在你矢口否认去过的杀人现场。 这作何解释啊？不是，您说这扇子是从杀人现场捡回来的？那您能证明这扇子是我的吗？你不妨打开看看。这怎么回事？你还敢说你没到过童家吗？哎，这不是我的扇子啊！这可不是我的扇子。哼！ 刚才还说家中确有几把这样的扇子，现在又说没有，如此出尔反尔，岂不是欲盖弥彰？没盖，我们家呀确实有这样的扇子，但是这不是我的啊，这不是。可是这扇子上明明写着是你的好友郑玉送给你这位文州兄的诗词，你还想抵赖？白大人，郑玉是谁啊？这就是本官要问你的呀。您问我？ 我上哪认识郑玉是谁去啊？我的好友当中没有叫郑玉的。您不信，您可以去查访啊。哼！至于你这奸猾之徒，若是不受点皮肉之苦，恐怕连你自己姓神名谁都忘了。来人！不是大人。冤枉！冤枉！这是谁呀？和我有这样的深仇大恨，设这样的毒计来陷害我？并非有人来陷害于你，而是在你这风流倜傥的外表之下，原本就窝藏着一个杀人的祸心。知县大人，吕某人平日里不善结交人缘，可是我也是名门世家出身的。 我也晓得王法，我怎么能干半夜去行奸杀人的勾当呢？除了这把扇子，提供了物证，再有的，正是你的左邻右舍为你提供的人证。你来看，
这是一张本城100余名百姓联名为你提供的证词。他们证明什么了？在证词中，百姓们一一数落了你恃才欺贫、沾花惹草，还欺行霸市的斑斑劣迹，证明了你依仗着祖宗留下的100万家财，肆无忌惮，多次侮辱调戏良家女子。我吕某人平时行为是不检点，不是，但也不至于去杀人呐。可是有人亲眼看见你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公然调戏过本案的被害人，也就是童家的媳妇何氏。啊？怎么了？知了落地没了声了？这叫什么？这叫多行不义必自毙。本官若轻饶于你，何以平得民愤？不，何氏？何氏？难道说，竟是一场玩笑惹的祸？哎呦，哎呦，吕某3代世居本城，就从来没见过这么楚楚动人的邻居啊！这位相公，请让让路。嘿嘿，你人长得美，这一说话呀，更加楚楚动人了。陪我聊半个时辰，啊？吕某，给你1锭银子。哼，你还是留着那锭银子，多做些善事吧，何苦糟践银子？光天化日之下，你想干什么？哎呦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光天化日之下怕什么啊？谁让你长得这么楚楚动人啊？难道吕某对你动心，不对吗？请让开！不让开！你让我看个够，我就让你走啊！小娘子啊，你住哪儿啊？吕某改天登门拜访。嘿嘿嘿，吓了我一跳！看什么呀？看什么看都？走！没见过我跟小娘子开个玩笑吗？哎呀，原来这都是我自己惹下的祸呀！哎，你终于知道自己该死，也算是善莫大焉。来，画押吧。大人，大人，这不是我杀的，这不是我杀的，大人。之前我是欺负过那个小娘子，可是我没有去过他们家呀，我真的没有去过他们家呀，大人，真的不是我杀的呀。吕文周，人证物证一样不少，你还想狡辩？难道说我就这么完了吗？怎么，一夜没有合眼？受不白之冤，我能睡得着吗？好，告诉你吧，我们白大人做了一辈子的大堂，从来没有冤枉过一个好人。要是给你遇上了，那你也算是劫数难逃了。走吧。去哪儿？嗯，能去哪儿啊？今天白大人开堂宣判，带走。原告同次，告吕文周残害其结发之妻何氏案，经本县3查6审，案情大白。被告人吕文周虽然出身名门，却不修德操，自恃豪富，欺行霸市，欺男霸女，劣迹斑斑。乡人对其无不为之如虎，恨之入骨。案发前，吕范文周曾在街巷之中相遇被害人何氏，因见何氏美貌，随其不良之心，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堵截何氏，肆意调戏。何氏受辱，蒙羞逃离。而吕范文周贼心不死，色胆包天，竟趁夜深人静之时，偷偷潜入童家，欲行奸事。被害人何氏乃是为人正派、恪守妇道的忠烈女子，因其父常年在外经商，何氏为防不测，枕下暗藏着防身利器。
是夜3更过后，何氏被敲门声惊醒。何氏打开房门，意欲来个先下手为强，可毕竟女子弱智，不敌屡犯。房门一开，何氏手中刀就被屡犯夺下。哎呀，小娘子，不是那天咱俩不是约好了吗？今儿来相见，怎么吕某人来了？拿这玩意儿招呼我呀？谁和你约好了？谁是你想好？你这无耻之徒！你滚！你快滚！我滚，我肯定滚。让我痛痛快快的玩完了，一会儿我就滚了。你要是再不走，我可要喊人了。哟，喊！不是你半夜3更的，你把人都喊来啊？你丈夫不在家，你一个人屋里藏着一个大男人，你怎么做人？我是清白女子，你别胡来，你快走！你不清白，我还不来找你呢。啊，我找这不清白的，也花银子能抓一大把呢。放心，完了事儿我就走啊。你休想！休想！救命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真狠呐！奸徒吕范残杀了何氏，尚不甘休，受狱难治。我掐死你！我掐死你！掐死你！我掐死你！宇文州，你是人吗你？我是冤枉的呀！我是冤枉的呀！吕范文州行奸杀人，罪在不赦，杀尔奸尸，天理不容。真相既白，两证俱全，此案具结，呈报提刑司批点处斩。好，就该杀死他！开门呐！快开门呐！开门呐！哎，你是谁啊？小的是从青阳县来的，有重要的公文呈送给提刑大人。你等着，我去禀报一声。好的。哎，殷姑娘，是青阳县送来的公文吗？是我们白大人一向办事认真，该呈送的从不过夜。谢谢你，请回吧。好的。关门。哎。干嘛去？你不喜欢那个泥人儿，我想把它给扔了。算了吧，不管怎么说，也是令尊大人一片心意。我不喜欢，无非不公；你不喜欢，就是不孝。留着吧，挺逗的。官人，你还在为那天的事情生气吗？哪天的事情？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你不也是明知故犯吗？我错了。哎，可是，我想知道为什么一提到我父亲，你就拉下脸来。也许我不该问，可是，一边是我的生真父亲，一边是我的丈夫，我想知道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
睡吧。大人，嗯，大人，有青阳县的命案急件。大人，青阳县的案子，对，不是你那个白叔父管辖的吗？是的，他刚刚送到的。本来我不想大半夜的叫醒您，可是您曾经说过，你怎么现在也这样？我不是说过吗？人命关天的事情，我随叫随到。人命关天，耽搁不得，耽搁不得。不过凭你白叔父办的案子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。大人，嗯，我已经看过这个卷宗了。有疑问吗？大人，我跟随大人身边多年，眼看着大人破了一个又一个的疑难要案，耳濡目染，我也悟出一些道理。单凭一生的正气和满腹圣贤，是不足以成为一个好官的。宁国，你话里有话呀，为什么不直说呢？大人，你深夜阅案，我给你倒杯茶吧。大人，白叔父一生清白做人，勤勉为官，可是我担心。宁姑，你不会是担心你白叔父一生清白毁于一旦吧？大人，我了解白叔父，他这一生把什么都不看重，唯独把名节看得比什么都重。此儿为父任命推官，凡30余年，审案断狱不下数百余件，人称断狱神手。谁知老马尸体花甲之年误判人命，铸成了千古遗恨。大人，宁姑，你回去睡吧。出去的时候别忘了关门。金子老头，金子老头。深更半夜的，你嚷嚷什么呀你啊？你抽什么风啊？什么？你要老头帮你买砒霜？你就去买吧，我多多的给你银子就是了，我求求你了。啊，老头子你不用求，老头子也不收你的银子，老头子只想问你为什么要买砒霜，总不会是为了毒耗子吧？我料想啊，我就是跳进黄河，也洗不清我这一身的冤了。要是苦苦的等着挨刀那天，还不如早早的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想早早做个了断，听起来是蛮有出息的。那早知有今日，又何苦当初呢？我是冤枉的。冤枉？哦，既然冤枉，那你为什么不去申诉呢？唉。
有道是做人不积德，墙倒众人推啊。你说，有那把扇子做物证，还有那么多街坊邻居做人证，我就是有1000张嘴，我也说不清啊！我。既然如此，我倒觉得你不要走那么快。反正离这个断头的时间还有一段日子，你就应该好好的反省反省，免得来世再做一个祸害。哼！金子老头，你给我回来！你给我回来！奇怪了，这个人为什么一定要等刀架在脖子上，才知道后悔呢？哼！哎，金子老头，金子老头，你给我回来呀！你回来！赵捕头，备马。大人，你是不是要去青阳县啊？一宿没睡吧？是不是青阳县的卷宗？天气不错呀，赵捕头，愣着干什么？备马。是不是要带？不用，备马。英国啊，要不要一起去？我不了，我还是留在家里吧。也好。大人，是不是白叔父审错了什么案子？这一去1天2天恐怕回不来，家里有什么事儿，及时找人通知我。官人，怎么了？说走就走啊？你不是也为白老大人求过情吗？他出什么事儿了？没事就不能去看看吗？走了，走了。小子，哎，小子，你这等挨刀的人，还真能睡得那么沉？既然不愿意来帮我，别来烦我。哦，原来你醒着呢！来来来，起来起来！我说过，别烦我，老头。我呸！你臭美什么呀你？啊？你请我来烦你，我还不愿意呢。那你干什么来了？干什么？你们这些狂妄之徒，做出伤天害理的事儿，哎，这不光害你自己，上害爹娘，下害妻儿，你心亏不亏呀？看看，一看就是一个贤惠、善良的媳妇儿，啊？哎呀，怎么偏偏错嫁给你这种三娘？啊，你进来了，那好，有什么话快点说吧，只有半个时辰。作孽！三娘，三娘，何必来看我呢？我原以为你是怕我早上断头台的，没想到你还为我流泪了。你既然这样说，我这就走。不，三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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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别走，三娘，我有话对你说。来，你说吧。我知道，我是留日不多了。像我吕文州，上无老，下无小，空留祖上万贯的家业。现在想起来，真是粪土不如啊！我死了，倒没什么牵挂。有2件憾事，我死不瞑目啊！哎，头一件，就是我平日里自恃富豪，不修德行，沾花惹草，嫖娼宿妓，把结发妻子的你看作是眼中钉，每日里不断谩骂，还要拳脚相加。现在想起来，我真是痛悔当初。官人，
官人，你不要说了，不要再说了。你让我说下去，三娘。第二件憾事，常言道，平日不积德，墙倒众人推呀。都怪我平日里待人不善，现在我掉在井里了，没有一个人愿意拉我一把呀。众邻里都恨不得把我砸死在井底，这都怪我自己呀。早知如此，我还不如把我3辈子都花不完的家产捐给大家，积德行善，也不会落到今天这种地步。三娘，我真的好后悔啊！官人，我做梦都没有想到你能说出这番话。我嫁到吕家10几年了，你从来都没有对我说过一句掏心的话呀。像我吕某人，平日里不修德行，沾花惹草，从来就没把你放在心里。三娘，人家说猫有9条命，可惜我不是猫。如果我还剩下8条命，我一定会补偿你的，三娘，你相信吗？官人，我花了50两银子，才进得这4牢来探望夫君，为的就是问你一句实话。人之将死，其然亦善。你问吧，我不会虚情假意的。那案子究竟是不是你做的？现在问这个，又有何用？要是那案子果然是你做的孽，那你是杀人偿命，罪该万死。到时为其为你备下祭品，到法场为你送行，也不忘你我夫妻一场。要是夫君却是蒙冤受屈，为妻我要散尽吕家万贯家产，多做善事，以求上苍开恩，为夫君伸冤。三娘，三娘，你怎么好开心啊？还分钱呢？哎，好啊好啊，多做善事啊！老伯，这么多人都往一个地方去看什么呀？哎，你可曾听说过本城的大富豪吕文周相公吗？可是那个奸杀人命的吕文周吗？哎，哪是奸杀人命啊，这是冤案。老伯，你怎么知道是冤案呢？哎，要不是冤案的话，人家哪舍得那么疏财行善啊？怎么讲？哎，你自己去看一看，都热闹好几天了。多谢了，老伯。哎，慢走。快跑啊，姐！快一点，快！小心点儿。哎，行，跟我金大官人，金大官人，这么一家100年老店，您只给1000两，这也太说不过去了吧？金大官人，您就发发慈悲，再加点吧。我已经让你们3成了，还得寸进尺啊！你们想想，你们吕家都到什么时候了？真是！金大官人，金大官人，
这哪是我们得寸进尺啊？这分明是你大官人趁火打劫呀！你应该知道，我们夫人卖田、卖地、卖房产，她是为什么呀？那是为行善呐！行善，平时不烧香，临时抱佛脚。你们吕老爷早干嘛去了？他不是全城首富吗？哎，出事前怎么就没想到行善事啊？来不及了。哎，你们吕家这回算是吹灯拔蜡，全玩完了。你们几个有愿意留下的，我金某赏碗饭给你们吃；不愿意留的，就到吕府门前诵经去吧。你这，伙计们，咱们老爷虽然不义，但是咱们夫人可是对咱们不薄啊！哼，走。哎，这位官人，这位官人，这位官人，请问一下，这吕家可是名门望族啊，怎么说完就这么完了？是不是那姓吕的干了什么缺德事儿了？你听听那是什么声音？像是有人做佛事的声音。哎，那是给一个快要死的人做佛事。怎么回事？外乡人吧？难怪你有所不知啊。那个吕文周是个什么东西，你知道吗？那是个祸害恶霸，平时为恶乡里，欺行霸市。我等生意场上没少受他的气呀。好在他犯下了人命官司，也多亏了白青天善恶分明，断案如神，才算是恶贯满盈，下了死狱。要不然，还不知道让他逍遥到哪年哪月。这个佛事又是怎么回事呢？好，吕文周人不地道，可他老婆还真有绝的。说她丈夫有冤吧，她又不到官府衙门去喊，卖尽了家产呀，在府门外办佛事行善。谁在他家门前念佛千声，赠衣裤一套；念佛万声，赠白银3两。这不，全城的穷酸乞丐、叫花子都到他家门前念佛了。你看，要不然这大街小巷，哎，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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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要不然这全城能这么清静？哦，这叫万人空巷，都3天了。哎，二位，要是闲着没事儿，也到那儿念几两银子花花。啊，是啊是啊，这等好事岂能错过啊！多谢多谢。各位乡邻，我同嗣在这恳求大家了，不要因为眼前的这点小财而泯灭了我们的天良。为恶人念佛诵经，这会让阴魂不得安息的。你们知道，我的妻子死得好惨呐，其情其景是令人发指啊！她死得冤啊，乡亲们，我求求你们了，你们不要再这样了。乡亲们，我求求你们！童老板，我也是个女人，对你妻子惨遭杀害，我真的深表同情。哼，同情？你真要是同情的话，就应该诅咒你的恶夫吕文周。你在这大办佛事，是在为他叫屈。你们吕家没有一个好人。童老板哪里听到过三娘为夫叫屈了？你在这兴办佛事，就是想为他翻案。童老板想必也听说过我们吕家有多少家产。如果只是为了翻案，我可以花几千两甚至几万两银子去打点官府衙门。凭我们吕家的家产，想翻个案怕也不是难事。我又何必兴此佛事呢？那是因为白大人清正廉明，不吃你那一套，要不然只怕你们早使上银子铺路了。白知县清正廉明不假，可白知县清廉，你能说天下为官的都不爱财吗？要真使上银子，只怕白知县这么一个清官，也是抵挡不住的。那你在这大办佛事，居心何在？赎罪。三娘我卖尽家产，兴此佛事，为的是了却家父临行前的一个心愿。一个快要死的恶人，会安什么好心？乡亲们，不要听他们的蛊惑，乡亲们。俗话说，
鸟之将亡，其鸣也哀；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家父要不是在死牢中等着挨刀，他也未必幡然醒悟。乡亲们，要说家财，我们吕家也算得上本城首富。可要说人情，我们吕家却一无所有。家父虽然平日拥有万贯家产，可他不知人情重。如今身在囚笼，方知钱财如粪土，人情贵如金呐。家父现在已万念俱灰，唯独想的就是让我为他办这一件善事，以赎他平日亏待乡邻之罪。您说，家父临死前这样用心良苦，我能不给他办这件事吗？童老板，三娘在此办此佛事，一不是为父喊冤，二不是蛊惑人心，只为替父赎罪。要是此举伤害了童老板的感情，三娘我这里为你请罪了。哎呦喂！真是冤枉！天哪，真是另有其人呐！苍天呐！你开开眼吧，我妻子死得好惨呐！童老板不必担心苍天有偏，有道是人心可逆，天意难违。家父要真是杀害你妻子的凶手，三娘我纵然散尽家财，苍天也不会网开一面。可要是凶手却是另有其人，苍天也一定会派神明下凡来缉拿真凶，替你死去的妻子伸冤报仇的。我们就顺着天意吧。大人，这个案子究竟有没有冤情啊？你说呢？我看恐怕真是有冤的。何以见得？别的不说，单凭大人一放下案卷就急匆匆赶到这青阳县来，我便断定大人一定是从案卷里发现了什么疑点。发现疑点，到用事实去证明它，可不是一步之遥啊！这回遇上的恐怕又是一桩疑难奇案。哈，刚才那女人不是说了吗？要是那姓吕的真有冤情，上苍就会派神明下凡来平冤。可上苍到底是不会派什么神明下凡的。宋大人不正是上苍派来的神明吗？胡说！我要是神明，还会像现在这样束手无策吗？哎，这深巷之中好像有一家上好的酒家呀。走，先打发了肚子再说。哎，大人怎么知道这巷中有酒家？你没闻到那巷口飘来的阵阵酒香吗？驾！我怎么就没闻到酒香呢？驾！鱼，这么大一个酒店，怎么连个人都没有啊？想必人们都去那边诵经去了。大人，啊，店家，有客。哎呦，我以为全城的人都去诵经了呢，没想到二位光临小店。来，二位坐。店家，你这儿可有清静的雅座啊？来，二位楼上请。来。哎，二位坐。哎，二位想吃点什么？有道是饥不择食啊，我们远道而来，店家随便看着给弄几样小菜就行啊。好嘞，那二位稍后啊。你乐什么？大人，像这么一位举止得体的老板，刚才对老婆竟那般下作，不可思议啊！哎，这个人还有一怪，你看见了吗？什么？他是个左撇子。哦。哎，来啦，二位！哎呀，我给二位准备了2荤3素，都是些家常菜，不知道合不合二位的口味。二位要是觉得有什么不合适的，
尽管说，我跟你们换。至于这酒嘛，这酒啊，甘甜如蜜。店家，我没说错的话，这是你们本地的杯中极品。哎呦，这位客官还没喝，怎么知道我小店酒中之妙啊？哎，有道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嘛。不瞒你说，我们就是被你这酒香从巷口吸引过来的。哎呀，这白酒确实是我小店自酿的，远近也是有些名气。不过在巷口就能闻到酒香，客官您还是头一位啊。那也不一定啊，店家。我想那些文人墨客来你店中尽兴，恐怕也是被这个东西吸引来的吧？嗯啊？哦，且是前些日子几个学子在这儿喝尽兴留下的。哎，这几个学子还真是冲我小店的酒香来的。哎，二位尝尝。嗯，好。真是酒中极品啊！好好好，来来来来来。